自从2022年9月份从哈尔科夫惨败撤离之后呢，俄军盯着这块肥肉那是夜不能寐，时不时就搞些小动作。这不，近期又开始搞事了，在库皮扬斯克方向对乌军第14机械化旅和第103领土防御旅的部队发起了进攻，并且占领了格里亚尼科夫卡。该地呢位于库皮扬斯克东北13公里处。难道此前俄军所说的春季攻势就是对哈尔科夫发起总攻吗？其实早在1月份，战场前线的记者呢就曾披露过，俄军前线部队开始进入已经被放弃的哈尔科夫地区，并对去年乌军收复的区域进行了争夺。当时这个消息并未引起外界的关注，乌军方面呢也认为这只是俄军的一次佯攻，目的呢是分散乌军在南部的防御力量，进而推测出乌克兰有没有多余兵力应战。结果，俄军在哈尔科夫的攻势非常凶猛。2月15号，哈尔科夫俄控地区负责人甚至向外宣布，俄乌双方的部队正在前线激烈交火。在短短18天里，俄军控制之下的居民点便很快由11个扩大到了20个。乌克兰在这一区域损失非常大。该负责人后续甚至宣称，俄军的行动目标是占领去年9月前的所有居民点，目前正在朝腹地进发。对此，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秘书丹尼洛夫认为，俄军的目标并不仅仅只是恢复之前占领的土地，而是想要完全控制哈尔科夫市、扎波罗热市等从未占领过的地方。对此，有些专家分析认为，由于此前乌军放松了在哈尔科夫的戒备，并且将大多数重武器都送到了红利曼、巴赫穆特战线，这次失利呢可以说是必然的。虽然此前俄军从哈尔科夫撤离，但并不意味着俄军不想要该区域。现今随着俄罗斯部分动员令的兵力基本到位，在这前提下呢，很有可能继续向哈尔科夫、赫尔松，甚至是尼古拉耶夫等城市发起大规模进攻。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有外界一些军事专家认为，俄军在哈尔科夫的行动是一步险棋，小股部队一旦进攻太深，就可能发生被分割的情况。原因在于红利曼战线已经被拉平的情况下，哈尔科夫进攻将成为一个突出部，南部紧邻着乌军重兵部署的地区，随时有可能被切断后方。其实早在上一年7月，随着国防部向外宣布，俄军已经完全控制利西昌斯克区域，这标志着经过2个月的鏖战，俄军终于在卢甘斯克州取得了攻占北顿涅茨克和利西昌斯克的胜利。但是在利西昌斯克拿下来之后呢，很多关注俄乌战争局势的人反而更迷惘了。从更高角度来看呢，战线发生巨大的变化，但如果将视角再提高一点来看，这个变化并不是战略性的。俄军依然是在沿着一个喇叭口型的突出部自东向西。面对乌军顽强的抵抗意志，俄军要如何进行下一步呢？一动不动，那就基本死定了，因为那个区域呢就是一个找打的局面。但是沿着这喇叭口向外推的话，遇到的阻力只会越来越大，乌军后勤补给线也会越来越难以切断。这么打下去，肯定是俄军先承受不住。当时呢，关于此事，有些军事专家的看法是，如果俄罗斯想尽快将乌克兰拖入谈判，取得决定性胜利，那么之后的行动呢，不应该在顿巴斯继续发起攻势，而是转变方向，进攻北部的重镇哈尔科夫，这里才是乌克兰的咽喉。虽然现在俄军改变了在顿巴斯一带的作战模式，开始采用齐头并进、火力碾压的方式，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是由于乌军在作战地域提前设置有坚固工事，抵抗意志顽强，且经常有战术性反击，因此俄军获得战果的代价并不低。在去年利西昌斯克战役的最后时刻，乌军并没有进行死打硬拼的巷战，而是将部队迅速撤到了第2线攻势。因此，俄军的胜利还未达到决定性的效果，双方仍在顿巴斯前线对峙。基于各种原因，现今俄军想要的就是速战速决。虽然此前外界对俄军下一步的进攻方向大都认为还是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州区域，直到将顿巴斯地区收入囊中。因此，下一步将会从利西昌斯克继续向西攻打斯拉维扬斯克或者盐矿城，也就是乌军的第2道防线。但是这样打下去，就会变成比拼国力的消耗战，这对于基本依靠能源产业的俄罗斯来说呢非常不利。毕竟乌克兰有着北约各国的支持，再加上未来随着北约增援的武器逐渐到位，俄军想要继续长期保持进攻态势并不容易。
因此俄军必须抓住援助武器还未到位这个短暂的进攻窗口，给予乌克兰致命一击，才有可能实现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的目的。夺下哈尔科夫要比占领北顿涅茨克和利西昌斯克更能让乌克兰产生震荡。除此之外呢，大兵前面提到过，乌军在顿巴斯地区控制的突出部像是一个喇叭口，东面窄西面宽，其中呢北顿涅茨克和利西昌斯克是最东端最窄的区域。俄军如果自东向西一步步前进，逐个拔除乌军的据点，正面作战会变得越来越宽，俄军的夹击会因为距离太长而难以协调。因此对于俄军来说，这个进攻方向并不好。与之相比的，如果转而进攻哈尔科夫的话，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作为乌克兰的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有着很大的政治影响，一旦再次被俄军攻下，要比占领顿巴斯更能将乌克兰逼到谈判桌前。虽然都是乌克兰的关键匕首地区，但俄军进攻哈尔科夫的成功性确实要比攻打基辅或者敖德萨更大一些。因为和北顿涅茨克一样，其实哈尔科夫呢也受到俄军北东东南三方包围，之间相距10几公里到几十公里不等。俄军的三面进攻能最大程度地降低乌军的机动性，重现攻占北顿涅茨克和利西昌斯克的情景。再加上俄军边境距离哈尔科夫只有30多公里，也容易保障俄军的后勤补给，不必担心被乌军掐断。此外，由于经过之前顿巴斯的激战后呢，乌军大批主力部队都留在了该区域。目前乌军总兵力为119个旅，其中有51个旅在顿涅茨克，21个在卢甘斯克，6个旅在扎波罗热，9个旅在赫尔松，3个旅在哈尔科夫，剩余29个旅有9个正在利沃夫和西方接受训练，20旅驻守在白俄边境基辅、敖德萨等地。因此呢，哈尔科夫是乌军兵力最少的区域。这样一看，俄军近期猛攻巴赫穆特、顿涅茨克、扎波罗热等地，似乎是障眼法，目的是掩护俄军后续进攻哈尔科夫、苏梅方向。未来一旦俄军大规模进攻哈尔科夫区域，乌军就会遇到被动防守分散布局，以及援军不至、补给漫长等问题。这样一来呢，在哈尔科夫守城中可能会有大量的伤亡，最终撤离哈尔科夫。那么俄军为这次进攻都做了哪些准备呢？就在近日，美国卫星发现了在库尔斯克和沃罗涅日方向出现了大量俄军新建临时军事营地，也就是说，俄军动员兵主力正在向俄乌北部边境集结。此前呢，乌克兰声称俄军已经集结了50万人、1800辆坦克、3950辆装甲车、步兵战车、3500门火炮以及400架战机和300架直升机，可以说是2战以来的最大规模集结了。如此多的战机更是足以对乌军发动大规模空袭，加快地面部队的推进。大兵估计，这应该是俄罗斯最后的家底了，可能整个俄罗斯远东，包括西伯利亚都已经空了，就为了能一举拿下哈尔科夫区域。此外，俄罗斯在增大了制导炮弹的产量，其中152毫米口径的克拉斯诺波尔高精度制导炮弹的产量最为明显。该炮弹能以高精度击中小型移动目标，包括豹一坦克和 M1坦克。不仅如此，俄军还改进了一些装备，例如对克拉斯诺波修正的火炮弹药。此种152毫米炮弹安装有激光指示器，可以用于所有类型的火炮系统。此前，俄军官斯拉德科夫还表示，每个俄军团都将配备奥兰30无人机，该无人机能够纠正克拉斯诺波的飞行路线。总结来说呢，未来一旦俄军攻陷了哈尔科夫，乌军在乌东面临的局势可能会回到2022年上半年的情形，也就是俄军兵分2路，一路从东南强攻巴赫穆特，在拿下巴赫穆特后呢，向东进攻塞夫尔斯克，另一路从东北南下，重新攻占红利曼，对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双子城形成3面合围。倒是整个顿巴斯都将会面临危机。不过现在的俄军一举一动其实都在北约各种卫星、电子侦察机、无人机的严密监控下，很难隐蔽其进攻重点的方向和目标。再加上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双子城是乌军在乌东地区最坚固的堡垒，就算俄军能对其形成3面合围，恐怕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攻下，而这就为乌军创造了机会。只要乌军能够扛过斯拉维扬斯克
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保卫战，一旦北约援助的坦克形成战斗力，乌军仍有抓住俄军的弱点，再次发起闪电式反击战的能力。另外，在大约3个月之前，乌军呢也在进行着相应的准备。此前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一段视频显示，大量的乌军士兵聚集在乌东地区，视频中坦克、战车成群结队地驻扎在城内。一旦开战，武器、后勤、指挥和战斗意志的斗争将是双方获胜的关键。失败的一方要么接受和谈，要么采取更极端的措施，到时候可能又将是一场肉搏战。好了，今天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视频中有出错的地方，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内指出。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之后大兵会为各位带来更多更精彩的视频。我们下期再见。